妈，上次听你说家里的土鸡蛋很多，侄子不吃，经常浪费，要不然拿一些给我吧。你要鸡蛋也好，家里还有30-40个没有吃，我真担心再放下去恐怕会坏了。只是你也知道，你嫂子对家里的一切是了如指掌的，你如果拿1个2个倒还行，要是拿多了，我还真做不了主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要了，回头我上菜市场买就好了。你上菜市场去买，哪里会有真的土鸡蛋给你？你花钱给别人，还不如把钱拿给我，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了。你也别怪我，几个鸡蛋都不能送给你，我也有我的难处，你应该能体谅吧。妈，你别说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这样吧，我给你50块，你给我30个鸡蛋，下午我回去拿。好吧，虽然钱少了点，但是不会给你嫂子留话柄，这样双方都没事了。你记住一点，下午给钱的时候一定要在你嫂子面前，最好是现金。我知道了，之前你送菜给我，我不也给你钱了吗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你很懂事，只怪爸妈没什么本事，否则就这点农家产品，哪能要女儿付钱呢？你也别自责了，我知道咱们家的情况，花点钱能让你们好做人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委屈。说到这个，我就想起隔壁的刘婶，她的女儿也是相当的懂事，就跟你一模一样。前几天六婶生日，她女儿送了她一个金手镯，足足有60克那么重，真是让人既羡慕又嫉妒。他女儿能送那么贵重的手镯，也是因为他有钱，他可不像我，为了节省5块钱，都要跑很远的市场去买菜。之前你说没有戴过金耳坠，我也给你买了一对，相比之下咱们也不算差了。你买的那对金耳坠确实好看，不过你大嫂说金耳坠适合年轻人戴，我这个岁数戴了不合适。我觉得她说的挺对的。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，那我帮你把耳坠换成耳环吧，虽然普通了一点，也不算过时。那耳坠我已经给你大嫂了，我想她既然那么说了，就给她戴，还别说年轻人戴起来确实比我好看多了。什么？我买的耳坠你送给大嫂？你如果不喜欢，不是应该留给我吗？怎么能送给别人呢？你大嫂也不算外人，她都开口那么说了，难道我还能装傻不给她吗？你都已经嫁人了，这娘家的东西我也不好意思留给你呀，这些东西早晚也是你大嫂的。好吧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话就当我从来没有问过。我就知道你能理解我的苦心，我真的很想要一个金手镯。我看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戴金手镯了，每次跟他们在一起聊天，就我没有手镯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妈，我家里什么条件你也知道，一个金手镯至少是2万起步，你觉得我买得起吗？再说了，你都能把金耳坠送给大嫂，那叫她给你买一个手镯，这也没什么吧，反正以后也都是留给她的。话不能这么说，你大嫂毕竟跟我还是隔了一层，这种事情我怎么好意思跟她开口呢？她要是给我买了一个，是不是也会想着给自己亲妈买一个？这样一来，你哥又得增添多少压力呢？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如果给你买了一个，是不是还得给我婆婆买一个？这样一来，你女婿又该增添多少压力呢？我现在连一个都买不起，还要买2个，比1年的生活费都贵了，我是真的无能为力。我是你亲妈，你给我买手镯是应该的，为什么要给你婆婆买呢？你何必自找麻烦？你悄悄买给我就好了，我又不会到你婆家大肆宣扬，这样我面子里子都有了，走出去也能挺着腰板，特别是在你大嫂面前，这个你懂吧？妈，既然你都这样要求了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真的给你买了，你以后会留给我吗？你怎么这么说呢？我现在人还好好的，你就惦记以后的事，这也太不吉利了吧？我也是随口一问，你想要的东西我会考虑的。小娟说完就挂了电话，心里不免有些难过，自己这么多年都不舍得买的耳环，母亲二话不说就送给了大嫂，如今她又开口要金手镯，一来自己经济一般，二来对丈夫也不好交代。思来想去后，决定给母亲买个1000块以内的银手镯，以后她想给谁就给谁吧。当天下午，小娟拿着买好的手镯来到娘家，母亲一瞧，顿时变得十分不高兴。小娟，我不是让你买金手镯吗？你怎么买个银的？这也太廉价了吧，我怎么带得出去？妈，金手镯我是真买不起，你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这个银的你就先带着，等以后你女婿挣大钱了，我一定给你换个金的。不是我说你，你真是没用，给自己母亲买个手镯还要依靠丈夫，你怎么不出去挣钱呢？你应该向你大嫂学一学。我为什么不出去挣钱？
家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，2个孩子上学要接送，家里一大堆的家务琐事。我如果出去上班了，这些事又有谁来做？我也很想向大嫂学习，自己挣钱自己花。家里的事情有婆婆帮忙，她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上班，可我行吗？你这是在怪我没有给你帮忙吗？你也有婆婆，你为什么不找她给你帮忙？妈，你只有一个儿子，你都怕有些事情没做好会被大嫂他们责怪。我想请你帮忙看下孩子，你都推3阻4的。我婆婆有3个儿子，她如果像你一样全心全意为我们做事，那另外2家人又该生出多少话？也是我自己没福气，凡事都得亲力亲为。虽说我婆婆没能过来给我带孩子做家务，但这些年婆婆该做的事情她一件也没差，算是不错了。她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能保全身体，没有连累我们，就算是帮我们大忙了。你倒是挺会心疼你婆婆的，可你亲妈你真是一眼也没看着。你这么说，我真是伤心了。如果我心里没有你，就凭这些年你对我的索取，我早就不想回这个娘家了。你每次看到别人有什么，你就让我给你买，没关系，我是你的女儿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给你买东西也是应该的。可是你又给了我什么？哪怕拿根菜叶子也要跟我算钱。我早就看明白了，回娘家的路就是用金钱铺出来的。我如果空手回来，你们都不怎么待见我，只有我大包小包的回来，你们才会高兴。说真的，我现在已经很烦逢年过节，我自己家里都没多少像样的东西过节，可我却必须买东西回来孝敬你们，让你们过好节，这样你们才会说我孝顺。但凡一次我东西买的少了，或者买的次了，你们就挑3拣4的。你们有真心为我着想过，考虑过我家里的光景吗？我只是说了一句，想不到你竟有这么多牢骚等着我。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哪会不心疼你呢？你和你哥是一样的呀。哪里一样了？我吃你一颗葱你都要钱，大哥也是一样付钱了吗？别人家嫁女儿，即便不给女儿准备嫁妆，收了彩礼都会给女儿，可你们呢？收了10万彩礼，就拿1万块给我添置东西，剩下的全部贴给大哥买新车。这件事我到现在在婆家都觉得心虚，不敢挺直腰板。每回在家里买的一点东西，我也只能说是你们送的。你知道我有多难吗？我每天为了节省5块钱，要多骑行5公里路去买菜，你一张口就要我买2万块的手镯。你有没想过这个手镯我得多骑几公里路呢？真是女大不由娘，让你买个手镯给我撑一下面子，想不到你有这么大的意见。算了，银手镯带出去到底是不怎么好，你买了多少钱？干脆折现给我吧，等将来你有钱了再给我买个金的，我不会让你白跑一趟的。等一下我多拿10个鸡蛋给你就是了。妈，手镯我已经给你买了，带不带由你，我不会给你折现的。至于鸡蛋，我也不想要了，你们自己留着吃吧。你这孩子平时看你那么乖巧懂事，今天怎么这么较真呢？买鸡蛋的事我都跟你大嫂说了，你现在又不想要了，我怎么跟她解释？现在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是戴的金手镯，我这个银的带出去岂不是被他们笑话死？你还是折现给我吧。既然你这么担心被别人笑话，那我就拿去退了，以后没事的话就少叫我了，我也挺忙的，我的钱包是真的没钱，以后不管是鸡蛋还是什么蔬菜瓜果，我都不会再要了，给你的那些钱我在外面可以买更多更好的。说完这些话，小娟真的把银手镯拿去退掉了。你觉得小娟的做法正确吗？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我是一家集团公司的总裁，20年前我老公魏大海渣男一个，整天花天酒地，妻儿不管，我一怒之下和他离了婚。为了避免日后和渣男再有纠葛，我将儿子的姓氏改姓周，希望儿子周磊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男人，别像他的渣男老爹那样烂人一个。毕竟我辛辛苦苦20多年经营起来的集团公司，是希望儿子能继承的。这20多年来，我给儿子最优质的资源，最优质的教育，还有8辈子花不完的钱。妈，我和倩倩准备结婚了，这是彩礼清单。今天儿子带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回家，递给了我一个结婚清单，这份清单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彩礼共计要求1314万，寓意一生一世，其中包含现金999万，寓意天长地久，还有银行转账365万，市中心买一套不低于400平的大平房，房产证上写苏倩的名字，车子买法拉利就行，还要给苏倩爸妈再买一套3居室，面积不低于200平米。另外，婚宴时要给酒席上的女方亲戚每人准备一个红包，金额为88888，清单上女方亲戚来人不低于100人。昂贵的5金珠宝首饰以及其他常规费用，粗略估算一下，周磊娶这个女人回家花费要超过1个亿。说说吧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家周磊？
伯母，我和周磊恋爱4年了，现在是时候结婚了。周磊很喜欢我，他说他离不开我，我也很喜欢他，愿意嫁给他。儿子，这个婚咱们结不起，太贵了。伯母，您对我是有什么意见吗？我们今天才第一次见面，哪有什么意见呢？倩倩，我看你长得挺漂亮，文文静静的。我家周磊是个废物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。这桩婚事我看还是算了吧。妈，你啥意思？我们是真心相爱的，你非要棒打鸳鸯吗？我看你就是舍不得花钱，为了这么点钱，现在连你儿子的终身幸福都不管了吗？儿子，你想知道什么是幸福吗？我不想知道。朱晴，你这个冷血无情的女人，你满身的铜臭味一辈子都钻在钱眼里了，无论什么事情你都要拿钱去衡量。难道世上除了钱就没有感情了吗？你从来都不考虑别人的感受，总是那么武断专横，难怪当年老爸宁愿留在老家也不回来。像你这种人懂得什么是爱，什么是幸福吗？你今天要是因为这个屁大一点的彩礼钱就强行拆散我和苏倩的话，那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没想到我含辛茹苦拉着大的儿子，今天因为一个拜金女而当面指责我，对自己的母亲直呼其名，大呼小叫。看来不用点手段，周磊以后还会狂妄到不知天高地厚。儿子，是妈妈太肤浅，你说的话很有道理，妈妈确实不该拿金钱来衡量你们的爱情和婚姻。你好，麻烦你把我的副卡给停了。随后我又联系了助理，立即封掉了周磊所拥有的一切资源，包括房子、车子以及人脉关系。好了，儿子，你们现在的爱情和婚姻没有铜臭味，很纯粹了。如果在你一无所有的情况下，你还能把苏倩娶进家门，妈妈给你道歉。等两人失望的离开后，我又给助理打了一个电话，小陈，帮我去了解一下周磊和苏倩的日常，重点调查苏倩的成长历程。好的，周总，我这就去办。不可否认，如今的社会，女尊男卑的婚嫁观念越发深入人心，娶妻的成本也是日益水涨船高。但这种一张嘴就是千万彩礼，外加各类不动产，直奔1亿元的反人类结婚方式，除了脑子有病以外，正常人绝对想不出来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猫腻。如果不把这个搞清楚，我和儿子可能会陷入到一个巨大的阴谋漩涡中去。周总，这是您要的资料。苏倩的背景查清楚了吗？还有他们俩正常吗？正常，没什么问题。我看完资料回到家，儿子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碌着，家里没有苏倩的身影，莫名的松了一口气。妈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从小爸爸就不在我的身边，而且您平时又忙，也没人管我，我一个人习惯了，有时说话口无遮拦。不完全怪你，妈妈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那么武断。妈，那您是不怪我了吗？母子哪有隔夜仇，妈妈不怪你。妈，我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，倩倩怀孕了，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，我真的是太激动了。怎么，妈，难道您不开心吗？还有啊，倩倩今天真的是深明大义，没和我吵架不说，还劝我回来给您道歉。她说家和才能万事兴，倩倩真的是个好女孩。那个彩礼清单其实是她爸妈写的，现在倩倩也怀孕了，一切都好商量，价格还可以谈的。妈，你说你儿子棒不棒？婚都没结，就帮你先赚了一个孙子回来。哎，周磊真是个蠢材，被人挖坑了都不知道，彩礼和怀孕凑在一块，这分明就是一颗双重爆雷的定时炸弹，一旦引爆，将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是苏倩的爸妈让你来约我一起见面谈你俩的婚事吧？妈，你真乃神人也，不愧是我周磊的妈妈，不仅身价过亿，还料事如神。我就先撤了，今晚要去陪你儿媳妇了。说完，周磊把写有地址的卡片放在桌上，然后潇洒地离去。看他的样子，一定很开心。这个苏倩的一家人果然是贼心不死啊！坑人的伎俩竟是如此拙劣。既然怀孕了，为什么上午来的时候不说呢？看来他们一家人气不少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我走进包厢，周磊和苏倩就迎了上来，两人笑得特别灿烂。再看苏倩的爸妈，倒是没有多么主动，只是坐在位置上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以示客气，有种高高在上的傲气感。伯母，您请喝茶，感谢您今天来参加我和周磊的订婚宴。苏倩，你坐下，今天是你和周磊的订婚宴，你才是主角，端茶递水的活是服务员干的，别自降了身份，被人瞧不起。我看了苏倩的妈妈一眼，虽然穿得很是奢华名贵，妆容也精致，但丝毫掩饰不了她眼神里的贪婪。苏倩，快去给你爸妈也倒上茶，免得他们会吃醋。苏倩，你可别这么轻欠自己啊，就算是倒茶，那也是周磊来给我倒。周磊要是礼数不周，不懂得尊重岳父岳母的话，你确定要这么草率的嫁给这个人吗？妈，你别这样，今天是谈我的终身大事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们不是说好了的吗？今天以和为贵，以后周磊和我们就是一家人，你就不要太计较了。傻孩子，你真是糊涂！你和周磊在一起的4年，你当牛做马，服侍前服侍后的，在他面前像个奴婢，现在都要准备结婚了，还继续这么跪舔吗？妈，你别说了，今天谈正事要紧。看着母女俩的对台戏，我压根就懒得接话，只是坐在桌子对面，淡淡的品着茶。妈，你别光顾着喝茶，你倒是说句话啊。这傻儿子真是一点也沉默住气，对方在下套呢，他却着急的往里掉。儿子，你希望我说什么呢？亲家母，我女儿现在肚子大了，必须要结婚。这是好事啊，我不反对。
不过既然都怀上了我周家的孙子，那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至于彩礼嫁妆什么的，那就没必要谈了。咱们直接聊聊准备婚宴的事情，以及后面宝宝出生的事儿吧。那怎么行？我女儿可不能白嫁。闭嘴，给我一边待着去。女儿的婚姻大事，平时你不着急，关键时刻瞎添什么乱？亲家母，我看你也是个有文化修养、知书达理的人，又是上市公司的大老总，想必人情世故不会不懂吧？孩子们的婚姻大事，我们做父母的绝对马虎不得呀。该遵守的习俗的遵守，该有的流程也要按流程办了。再说了，我们老苏家也不是小门户，我和苏倩的爸爸都有正规事业编制的。接着说，我想说的是，这个彩礼肯定不能少，得按规矩按流程来办。如果不讲规矩，越过流程的话，对孩子们的人生都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特别是我家苏倩，搞得像很不值钱似的，那要是嫁到你们家，以后还不得被你们周家往死里欺负啊？行，既然你要求彩礼，那这个嫁妆你们是怎么准备的呢？你说嫁妆吗？这个是在彩礼之后的事，我们那边是先把彩礼谈好，双方满意之后再来谈嫁妆的事儿。凡事都有个先后顺序吧。亲家母，你说是这个理儿吧？那你报个数吧。既然亲家母这么爽快，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。第一，关于家庭用车的问题，我女儿喜欢保时捷，再给家里的保姆配辆宝马买菜就行了。第二是之前给我们二老买房子的问题，我现在觉得没啥必要，以后等苏倩和周磊结婚了，我们搬过去跟他们一起住那个400平的别墅就行了。你看我们有诚意吧？这一下子给你省了将近1000万。苏家妈妈的算计着实过分，一开始那份清单上的费用大概在1.1亿左右，这会儿有装模作样的减掉一些。但是这彩礼还得要1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苏家人也是讲道理的，我女儿去谈彩礼让你不满意，那这次我们表明态度，率先给你让步。你要是没意见的话，咱们就在这里签个协议吧。既然结个婚都专业到书面协议这个层面了，那我也不能让你们失望了呀。你们苏家的规矩已经说完了，那现在轮到我说了吧。黄律师，之前我让你准备好的协议呢？我准备好了。你也准备了协议？他说话时嘴角微微抽动，一脸不可思议地望着我，显得特别惊讶。果然有猫腻。是的，你们苏家有规矩，我周家岂能没有呢？那你说吧。周家的规矩就是我这边的彩礼定下后，你们的嫁妆也必须得跟上，而且你们那边的嫁妆必须遵循周家的要求，这也算是互相尊重对方的礼数和规矩，合情合理吧？那是当然。亲家母，那你是同意按我的要求给彩礼了吗？我就说嘛，上市公司的大老总出手肯定阔气，只要我们双方都有诚意，什么事儿都好谈。看吧，1个亿的婚姻保证金就到手了，苏倩，你以后有好日子过了，哈哈哈。我同意你们家提出的1亿彩礼，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。好，你说吧，只要你能答应这1亿的彩礼，什么条件你随便提。我的前提条件是，我可以给你们1个亿的彩礼，不过你们苏家的嫁妆要翻倍。接下来苏倩的妈妈会如何应对？这1个亿的彩礼他们能谈拢吗？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。我同意你们家提出的1亿彩礼，但是我有个前提条件。好，你说吧，只要你答应这1亿的彩礼，什么条件你随便提。我可以给你们1个亿的彩礼，那你们苏家的嫁妆要翻倍，也就是说我出1个亿的彩礼，你就得给我2个亿的嫁妆。什么？你真的是太无耻了！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么尖酸刻薄的人。作为一个母亲，居然在儿子婚姻大事上如此计较，你还有点人情味吗？拿自己儿子的婚姻幸福做交易，你简直就是……苏倩他妈，这里是高档餐厅，不允许泼妇骂街的，请你注意言行举止。我给得起1个亿的彩礼，你2个亿的嫁妆给不了吗？什么？还2个亿的嫁妆？你跟我开什么国际玩笑呢？我们家要是有2个亿，凭什么还把女儿嫁给你儿子？我们又凭什么找你要1个亿的彩礼？那你们有2个亿的嫁妆，凭什么要找我要1个亿的彩礼呢？我们刚刚可都说好了的，要遵守双方当地的规矩和礼数。我已经遵守你苏家的礼数，可惜你不给力，没法遵守我周家的礼数啊。给了你赚1个亿的机会，可你不中用，拿不到，怪我吗？你们周家家财万贯，又有上市公司，你给得起这个钱的呀？你却找我苏家要2个亿的嫁妆，这分明就是羞辱我，欺负我们苏家人。2个亿我肯定是拿不出来，不过我们可以出88万来置办一下婚礼，喜庆喜庆。我们可是带着诚意来谈这桩婚事的。你周家有钱就多给点，我们苏家没钱就少给点，毕竟都是为人父母，都希望孩子们幸福。对于这种我穷我有理，有钱就该当冤大头的无耻逻辑，我真是深恶痛绝。我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说1亿就1亿吗？苏倩，阿姨问你，如果没有这1个亿的彩礼，你还嫁给我儿子吗？伯母，我愿意。愿什么意呀？彩礼都还没谈拢呢，你就这么自甘堕落，如此轻贱，你还怕你嫁不出去吗？真是丢人丢到家了，我真不知道怎么生出你这么个轻贱的东西。
妈，我和周磊的感情被你搅成什么样了？你不要胡搅蛮缠了，你是在骂女儿，你知道吗？我和周磊结婚，我不图他什么，本来就只想单纯的跟他领个证，两家人开开心心、和和气气的坐在一起吃个饭就行了。你为什么要搞得像做交易似的呢？一开始我就跟你说了，不要搞这么离谱的彩礼出来，你非不听，还非逼我拿着那个1亿的结婚清单去找周阿姨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，但这种方式实在是太过分了。周磊家里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你说1个亿就1个亿啊，我丢脸就无所谓了，你接二连三的拿这个事儿来要挟周磊和周阿姨不过分吗？妈，算我求求你了，不要再逼我了，好吗？我和周磊是真心相爱的，现在我还怀上了他的骨肉，我只想好好和他过日子，不想你们把我拿来交易当成工具人。如果你非要这样的话，我宁愿不要你这个妈了。伯母，对不起。抱歉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我妈一开始不是这么说的，她……妈，倩倩这几年对我是真的好，我们谈恋爱期间对我非常的照顾，是一个温柔体贴的女孩子，以后肯定是个贤妻良母。妈，你就成全我们吧。助理给我提供的资料显示，苏倩和周磊关系一直很好，把周磊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哪怕是挤牙膏这种屁大点的事都伺候着。他们俩恋爱的这4年里，苏倩一直在默默付出，周磊像个大爷似的享受着这份舒适，完全跟养废物似的。我的内心深处不免对苏倩有点愧疚，总觉得这个废物儿子配不上苏倩。正是助理提供的这份报告，我才决定见一见苏倩的爸妈，也正好看看苏倩的态度。果然今天没让我失望，他爸妈虽然贪婪，但他还能保持理智，一份谈爱不谈钱，表面看来是年轻人的那种为爱奔赴不顾一切的态度，让我的内心隐隐有些不安，还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。苏倩，你真的想好了吗？我若是真的不给彩礼，你确定能嫁吗？我确定。双方都谈成这局面了，他为什么还答应了？按照正常逻辑，双方父母都已撕破脸皮闹成这样了，谁还敢轻易嫁过来呢？哪怕再爱也不能这么干脆啊！他如此的义无反顾，反倒让我脑海猛然显现出另外一个想法，难道他另有企图？他现在已经未婚先孕了，就意味着无论他是否拿到这1个亿的天价彩礼，都是要进我家的门，要继承我辛苦大半辈子的产业。这到底是想要不劳而获呢，还是说想要继续搞点别的事情？妈，你要相信我的眼光，别犹豫了，即便是你不相信我，但你总得相信我爸的眼光吧。你和苏倩的事儿，你爸也参与了吗？是啊，这些年我爸一直都很关心我，而且苏倩还是当年我爸……倩倩，你怎么了？妈，倩倩人不舒服，我现在送她去医院，至于婚事，改天再谈吧。小陈，现在立即去办2件事情：第一，调查一下魏大海这几年的情况；第二，继续深入跟进苏倩父母，我需要了解更多的细节。好的，周总。儿子刚刚要说的那句话被苏倩给打断了，肯定有什么重要信息。难道儿子和苏倩的婚姻是魏大海在背后一手导演的吗？天价彩礼，未婚先孕，以爱之名操控周磊，然后再找我逼宫。前夫魏大海将苏倩安排嫁到我周家，然后再夺我的家产。这个天价彩礼背后必有猫腻。我投资的一家私人侦探公司的人给我打来了一个电话。周总，您猜对了，这件事情确实有猫腻，您的那个助理之前给您提供的调查报告有误，与事实完全不符。随后他给我发了一份新的调查报告，看完之后我顿时都惊呆了。1个小时之内，你必须拿着机票出现在我面前。你要是敢忤逆我的意思，永远都别想再进这个家的门。妈，我爸爸出事了，我要赶紧回去，你能帮我带几天孩子吗？丽丽，我给你带孩子没问题，你爸爸怎么了？要不要紧啊？我爸住院了，我要赶回去照顾他，可是李伟不让我回去，还把我的钱都拿走了，我现在连路费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李伟怎么能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啊？老丈人住院了，他理应和你一起回去才是。不必了，我自己一个人能行，只要你帮我带好孩子，我就心存感激了。如果不是昨天邻居看见我爸没出门，发现他晕倒在地，及时将他送往医院，否则后果不敢想象。真是谢天谢地，还好有这位好心的邻居及时发现。回去之后你可要好好感谢他呀。那边医生怎么说？情况严不严重？具体情况我也不太清楚，总之还要亲人去签字动手术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心急。丽丽，你别担心，你父亲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作为子女，你有责任和义务回去照顾。现在是你父亲最需要你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支持你，家里的一切你就放心吧。是啊，丽丽，你就放心吧。自从你嫁给我儿子后，我就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亲闺女。这次你爸生病住院，我也支持你的想法，你别顾虑太多。你父亲手术需要花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我还不知道，只是李伟把我的钱都管起来了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就算回去也没有办法支付医药费。现在是邻居帮忙垫付了8000。你的邻居真是有情有义，李伟太没人性了，我真为他感到羞愧。老婆子，赶紧拿5万块给儿媳妇，亲家公之礼要紧，可不能耽搁了。丽丽，你回去之后，先把邻居的账还上，一定要好好感谢人家。爸，
你放心，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邻居的这份恩情我会报答他的。只是你们的钱我不能接受，这是我娘家的事，怎么能拖累你们呢？你这么说就是不把我们当自家人。卡里5万块，你先用着。不够你再和我们说，反正这钱留着将来也是给你们的。现在请假公出事了，就先给你父亲付医疗费。爸妈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些钱我不能要，这是你们二老的养老钱，我不能拿。难道我们的话你都不听了吗？让你拿着你就拿着。是啊，虽然这是我跟你爸的养老钱，但是你现在更需要这笔钱。亲家公现在有困难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，你就别推辞了。都是一家人，我们帮助你也是在帮我们自己。只有你们好好的，我跟你爸才能放心养老。可是这个钱我拿走了，你们的生活就会更加拮据，我也于心不忍呀。你别这么顾着了，看看现在都几点了，你爸还躺在病床上等你回去呢。你放心，我们老两口身体都很好，这笔钱暂时也用不到。将来我们真老了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就是你现在不想要这个钱，难道是打算以后不管我跟你公公了吗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们老了以后，我肯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。既然如此，那你现在花我们的钱有什么不安的呢？你就别犹豫了，拿着钱赶紧去照顾你父亲，家里的一切你都不要担心，孩子我会照顾得很好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父亲一定不会有事的。你婆婆说的没错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就应该互相帮助。现在我们家的条件也还不错，还是有能力帮你父亲度过这个难关的。当你父亲住院后，你就把他介绍给你来住，我们彼此可以分走你，将来你可以好好照顾你爸，就不用来回奔波了。老公，你这个主意太好了，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咱们家正好有个书房没用，回头我就把那个房间收拾出来，将来给亲家住。爸妈，谢谢你们，我能有你们这样的好公婆，真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你们不嫌弃我是单亲家庭的孩子，对我就像亲闺女一样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的。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呢？你这样就太见外了。是啊，既然你做了我家的儿媳妇，我们就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今天是李伟不在在先，但我们有一听一套的说法，我现在就给李伟打电话。李伟，丽丽的父亲生病了，你作为女婿不但不去帮忙，还把他的钱管了起来，这是一个大男人的所为。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人家现在有难，你作为丈夫就应该义无反顾。结果你反而给人家制造麻烦，我现在命令你马上去订2张机票，然后陪丽丽一起回去。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1000多公里路太远了，他要回去就自己回去，凭什么要我跟他一起去？我可没这个闲工夫，我还有工作呢。听你的意思是，工作比妻子还重要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你当初直接娶工作当媳妇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连累丽丽呢？路程远点怎么了？丽丽都可以嫁过来，你为什么就不能过去？既然如此，你当初何必去招惹人家？你不要说的这么难听，我是真的忙，走不开。再忙再重要的是，能有你老丈人的生命重要吗？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，老丈人住院了，你都不去看一眼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我要是跟他去了，2个人来回可要花不少钱，你就不心疼这个钱吗？我怎么生的你这么个没出息的玩意？难道亲情还比不上你手里的那几个臭钱吗？你老丈人现在生病住院了，你不去看也就罢了，儿媳妇请回去，你还要拦着不给他钱，孰是孰非你还理不清吗？我也不想跟你废话，马上给我订2张机票，然后带着丽丽一起回去，别让我说第2遍，1个小时之内你必须拿着机票出现在我面前。你要是敢忤逆我的意思，那你永远都别想再进这个家的门。爸，李伟不情愿，你们就不要勉强他了。这不是他情不情愿的问题，他作为女婿，这个时候理应在跟前照顾。你父亲就你一个女儿，有些事情还是需要李伟去做比较好。你一个人怎么照顾你爸？是啊，多一个人也有个照应。可是我们都走了，那你们怎么办？你们要带孩子，还要做家务，这怎么吃得消呢？我一个人回去也行的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？我们活了这把年纪，难道连一个小家也管不好吗？你就安心回去吧。都不用说了，你现在抓紧时间收拾东西回去吧。就这样，在公婆的安排下，夫妻俩很快就坐上了回娘家的飞机。你身边也有这样明事理的公婆吗？一个是生下我就抛弃我有权有势的母亲，一个是全心全意爱我照顾我的农村继母。应该谁来参加我的婚礼？婷婷，下个月你就要和李伟结婚了，以后我儿子的生活就交给你了。李伟从小到大就没有吃过什么苦，今后家庭里的大事小情你要多担待一些。阿姨，2人共同组成家庭，不是应该共同分担一切事务吗？为什么要让我多承担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和我儿子已经谈了半年了，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个听话懂事的儿媳妇，想不到这还没过门你就跟我顶嘴，真是不像话。要不是李伟喜欢你，像你这样的出生是没资格嫁给我儿子的。你这样的儿媳妇我还真看不上。我什么出生？在我看来，咱们2家的条件也差不多呀。你不会以为我是高攀你家的吧？当然是高攀了，你生在农村，你和我们城里人怎么比？今后你嫁了过来，就可以在城里上户口，也就摆脱了农村人的身份，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真是笑话！你以为你是城里户口就高人一等吗？这天底下的人，祖上3代，谁家不是农村出来的？你这是忘本了呀！真没想到你一个小丫头的嘴巴竟然这么厉害，你也就这点本事。事实摆在眼前，我们家的门第就是比你们家高，今后你自己要识趣一点。我听不明白，你这是想让我怎么识趣呢？我的学历和能力都比李伟高，收入也比他多，相比之下，不是他高攀了我吗？好了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今天是来谈论结婚的事宜，你们怎么越扯越远了呢？结婚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虽然有些东西只是形式上的，但我们也得讲究起来。还是让你父母亲自过来和我们谈，你自己能做得了主吗？阿姨，今天我既然选择自己来，那就说明我能做主。我倒想听听你的意思，整个婚礼你想怎么安排呢？怎么是我安排呢？这不是应该你们女方先提要求，我们男方再酌情讨论吗？还是让你父母来吧，我跟你一个丫头片子沟通不来。不好意思，我爸妈没空，来不了。什么叫没空？亲闺女结婚，他们当父母的居然敢说没空，这是哪门子的父母？我先将我家里的一些情况如实告诉你们吧。其实我爸结过2次婚，我亲妈在我2岁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，去了另外一个城市。听说他自主创业，生意做得很不错。自从他离开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看过我。我自幼跟着我爸生活，吃了很多苦，挨饿受冻是家常便饭。在我5岁那年，我爸又结婚了，我的继母让我体会到了暖暖的母爱。在接下来的20多年间，快乐无忧的成长。自从他来我家，全心全意的带我、照顾我，我再也没有挨饿受冻过。在我心里，继母才是我真正的母亲。相较于自己亲妈，继母为我付出的太多了。她没有为自己生过孩子，
把所有的爱都给了我。我在心里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对继母好，对她尽孝，为她养老送终。所以这次的婚礼上台环节，我一定要我继母上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让我儿子去给一个不相干的人点头哈腰，还要跟你一样称对方是母亲吗？你真是深藏不露，你家的情况太乱了，这么复杂的家庭，现在才说继母终究是继母，她哪有资格跟我们平起平坐？到时候我结婚，我的继母是一定要参加的。我今天自己来谈论婚礼事宜，重点也是想说这个，其他的我可以不在乎，这一点你们必须同意。20多年来，继母为我全心付出，她给我的爱比起我的亲生父母加起来的都还要多。你们没有体会过我小时候那种没人管没人疼的日子，只有继母来了之后，我的人生才发生改变。有什么理由不让她上台呢？养娘哪有亲娘好？最好还是要让你亲生父母来参加你的婚礼，那才是名正言顺，也显得比较正式。你继母现在还有什么好的？她能比得过你那个有钱的亲生母亲吗？给你继母敬茶，也就给个小红包而已。你亲生母亲有钱，说不定随便一挥就送我们一套车房，这两者差太多了。有钱有什么用？比起人心，金钱、真情才是最可贵的。儿子，你自己说，你是愿意给他继母磕头，还是认他有钱的亲生母亲？你可别跟着一起糊涂。妈，这事也不是我能做主的，反正都是婷婷的母亲，认谁都一样的。这怎么能一样呢？一个没钱的母亲还是继母的身份，给他磕头敬茶就太掉价了。为了你们将来的日子好过，我坚持要求让你的亲生母亲上台。对于未来婆婆的说法，婷婷没有反驳，她知道今天是谈不好的，于是找个理由就离开了。在婷婷心里，她是打定主意一定要让继母参加婚礼的。几天后，未婚夫突然带婷婷去看房子。婷婷，你看这套房子怎么样？不管是地段、楼层还是格局，都是百里挑一的。这可是咱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婚房，你喜欢吗？李伟，你们不是说现在没条件买房吗？怎么又突然买上了？难道你母亲又改变了心意？你先说说这套房子你到底喜不喜欢？要是哪里还有不满意的，我马上给你换，一定让你满意。你今天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这房子是谁的呀？怎么能随便给我们当婚房呢？不会是你租的吧？你可真会说笑，这个地段的房子非富即贵，哪有租出去的道理呢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这是咱妈特意为我们准备的婚房，是属于我们俩的，你不高兴吗？你口口声声说这是咱妈给我们准备的婚房，请问你口中的妈妈指的是谁？就凭你我两家的条件，即便是砸锅卖铁也买不起这个房子吧？我说过了，我结婚的时候是一定要让我的继母出席的，其余的人我一概不认。婷婷，你何必这么执着呢？你为什么就不能让你的亲爸和亲妈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呢？我妈说的对，亲生父母参加婚礼才是名正言顺的。我要跟你说多少遍，你才能清楚？亲妈抛弃我，我跟她没有感情；继母几十年如一日，待我如己出，我跟谁更亲？你还不懂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不能让爱我护我20多年的继母受委屈，她一定要坐到台上喝我们敬的茶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但是10月怀胎也是很辛苦的，你不能说你亲妈全无功劳吧？再说了，这种正式的场合本来就应该由亲生母亲出场的，又不是说人不在了，没办法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当她不在了吧。这话你怎么说得出口？反正我和我妈的想法是一样的，她毕竟是你的亲生母亲，参加咱们的婚礼名副其实。至于你的继母，咱们以后可以另外补偿她，你说呢？我说的容易，结婚只有一次，给继母敬茶就是向众人表明我的态度，这样的机会难不成还有第2次吗？还是说你想办2次婚礼，一次请一个妈上台？那倒也不能办2次婚礼，我不想着她是你的亲妈吗？亲妈参加女儿的婚礼有什么错？你何必非要让一个后妈上台？什么亲妈后妈，在我眼里我就认继母这个妈，而你呢？我看是谁给你好处，你就认谁做妈。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套房子就是那个女人收买你的证据吧？不瞒你说，其实前段时间你亲妈就找过我了，她真的好有钱，光名下的店铺就有7、8家，将来即便她只给我们一个店铺，也够我们吃一辈子了。她说以前离开是迫不得已，如今你要结婚了，这个房子就是送你的结婚礼物。她就一个要求，能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你说对于一个母亲如此诚恳的要求，我能拒绝她吗？毕竟她心里还是有你的，如若不然，她何必花大钱给你买这么好的房子呢？我就知道，要是没有好处，你的态度也不会转变这么快。可你不是我，你不知道我的感受。我5岁之前的日子，不是现在简简单单一套房子就能抵过的。生而不养就是罪过。我需要他的时候，他狠心丢下我，现在不需要了，不是他招招手给点钱就可以抚平伤痛的。如果因为他给了钱和房子，我就让他参加婚礼，那我跟他有何区别？在我继母面前，我又有何脸面对他？这对我继母太不公平了。你怎么这样固执？咱们现实点好吗？现在买一套新房最少要上100万，咱们2个要奋斗多少年才能买得起？现在你亲妈送你一套，你却不要，你是不是傻？我终于明白了，在你心里，面子比亲情更重要，钱财利益比你媳妇更重要。你和你的爸妈有什么区别？你装什么清高？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咱们结婚以后过得舒服一些？原本